尽管难得一见啊，但是在水面上航行的船只还是有可能会侧翻的。这不免让我想到啊，同样是开在水里面的潜艇，也有可能会翻吗？它是比水面上的船只更容易翻呢，还是更不容易翻呢？它是浮在水面上的时候更容易翻，还是潜到水底下更容易翻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其实啊，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呢，我们得要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它们一开始就不容易翻？是啊，不管是潜艇还是船只，保持不翻是最基础的要求了。他们是如何做到的？秘诀就在于3颗星：重心、浮心和稳心。重心我们经常听说，也很好理解啊，就是一样物体所受重力最集中的中心，可以把它简单的认为是某样物体最重的地方。如果我们拿一艘船来举例的话，那么它的重心大概是位于稍稍靠下的一些位置，因为尽管上层建筑看起来很高，但是船上最重的部分却都是位于船身底部的。那么浮心是什么呢？又位于什么样的地方呢？浮心可以理解为是浮力作用在这艘船上合力的中心点。阿基米德告诉我们啊，浮力是由物体排开水的体积所产生的。那么一艘船的浮心位置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取决于它没在水下的部分到底长啥样了。当船只还没有东倒西歪的时候啊，浮心一般是位于船底和水线中央的位置，在水平方向上正好位于船身正面的中点，落在重心的正下方。和重心一样，两者此时都是穿过了这艘船的正面的中轴线的。好了，该说到稳心是什么，在哪儿了？它是一个更加抽象的概念啊，我们不妨稍后再来说它。先来看看重心和浮心之间的关系啊。重心作用力向下，想要让船沉下去；而浮心作用力向上，想要把船拖起来。船只最终之所以能够浮在水面上，就是因为浮心的位置始终都要比重心的位置更靠下。如果它跑到重心上面去了的话，那就是潜艇面临的情况了。后面咱们会看到的。先来看对这艘船来说，如果它稍稍发生了一些倾斜之后呢，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好，我们先把它转成这样。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呢，船的重心位置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还是在原来的地方。但由于船身没在水里面的形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所以浮心的位置就已经改变了。很显然，船身右侧排开的水更多，所以浮心现在右移了。接着好玩的事情就开始了啊！由于浮心的作用力还是垂直向上，而重心的作用力还是垂直向下，但此时它们并没有位于一条竖直的线上，所以这条假想的线就会在这样一上一下的作用力下旋转起来，直到被扭回到完全垂直的位置上。伴随着这条线的重新竖直呢，船身也就自然地恢复到了稳定的状态。所以为什么翻船是个极小概率的事件呢？就是因为船它靠自己就能够把自己给扶正了。对了，顺便补充一句啊，刚才重力和浮力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力矩，就是叫做扶正力矩的。好了，讲到这儿，会不会有人该提醒我了啊？怎么稳心还没有讲到啊？如果你有仔细看我之前是怎么转动这艘船的话，就应该已经留意到了，我是将它绕着一个圆心来旋转的。这个圆心就是稳心了。当然这样说是为了咱们能够更好的理解什么是稳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稳心指的是船只浮心曲线的曲率中心。由于船只在水面上做小幅度的左右摇摆时，浮心的移动轨迹近似于一段圆弧，所以我们就姑且先这样来认为吧，它就是浮心转动的圆心。那么稳心、浮心、重心三者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简单点来说就是啊，稳心在上，重心在中，浮心在下。而且当稳心越是靠上的时候呢，船只在倾斜后浮正的力臂就越长，力矩也就越大，越能够更快的浮正。当稳心位置越是靠下时，浮正力臂越短，力矩越小，越慢的将自己浮正。而如果稳心位于重心的下方了呢，那船就必翻无疑了。船只在设计之初呢，就是要仔细的考虑如何分布这3颗星的位置，因为它跟很多因素都是有关系的，比如船身的形状、船身底部的形状、舱室的配置、舰桥的高度、载重的分配和限制等等。我要是再往下继续讲下去的话，就肯定要露馅了，所以我就此打住了，欢迎专业人士来补充。所以你看，只要按照规定操作，船哪怕是把你晃得再不舒服呢，也是不容易翻的，这点请放心。但是我们人类就是喜欢追求舒适性啊，要是游轮也像这样止不住的左摇右晃，你还愿意掏钱出来找掠兽吗？不会嘛，所以通常船只都会采用被动或者主动的稳定系统来减少摇晃。最常见也是最便宜的被动式方案就是装在船身侧面与底部之间的比龙骨了。它像是从中间毫无理由的凸出来的一块东西，但是却能够在船身左右摇晃时产生湍流，而湍流的力正好与船身摇晃的方向相反，所以能够起到抑制船身进一步摇晃的趋势。
与之类似的呢，还有被动式减摇旗，也是在船身底部伸出来一片像鱼鳍的东西，靠同样的原理来稳定船只。当然，说被动式，那肯定就有主动式了。由于空间和价格因素呢，它们通常只被安装在大型的船只身上。主动式减摇旗在不用的时候会藏在船身内部，到了该出手时就会像翅膀一样伸出来，而且呢，还的确是跟飞机翅膀上的操纵面一样，能够对船只的滚动进行调整。另一种主动式的稳定系统叫做减摇水舱，它通过在船身左右两侧设置连通的水舱，并控制它们的液面水平，来达到将颠簸靠重力硬压下去的目的，有一种玩跷跷板作弊的感觉。于是，不管是被动式还是主动式，加了它们的油轮做起来呢，才会有一种享受的感觉嘛。那么说了半天，在潜艇上情况又会怎样呢？其实当它浮在水面上的时候呢，几乎跟船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也是浮心在下，重心在中，稳心在上。当然，潜艇的稳心不太可能设计得太高尚，再加上它的水线面面积天然就比较小，所能够提供的惯性矩呢就比较小，所以稳定性自然是比船差了一些。这就回答了我们一开始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既然连船都是有可能会翻的，那么比船的稳定性还差的潜艇肯定也是有翻船不应该是翻艇的风险咯。尤其是大风大浪来袭的时候呢，它比船只还要危险。等等，但是呢，人家会下潜啊。当潜艇下潜时，水箱开始注水，所以重心的位置也就开始降低，而浮心的位置则在排水量的增加下开始上升，最终一下一上，两者换了一个位置，变成了重心在下，浮心在上了。而且随着潜艇完全被没入水中，这排开水的形状是怎么也变不了了，所以浮心的位置最终会停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从这张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位置几乎已经跟稳心的位置重合了。顺便一起来看看当潜艇下潜时，这三者之间的变化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好，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水下的潜艇究竟容不容易翻呢？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方式把它旋转一下，就可以明显的看出由于重心位置靠下，在重力的作用下，潜艇还是非常容易的就把自己给转正了。再加上水下的环境相对于水面会平静上许多，所以要不是被鱼雷击中的话，它翻滚的概率应该是要远低于在水面上的时候。你看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于是也就有了。看来还是挺容易解释的嘛，可为什么我做起来就那么难呢？我的潜艇怎么就忍不住的要自己翻滚呢？算了，有空我再升级一下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二战后期眼看快要守不住太平洋的日本海军准备要做出最后一场赌博了，那就是要把战火烧到美国的本土，希望借此来让美国做出让步。他们能怎么做呢？派轰炸机飞到美国上空扔下炸弹吗？太平洋上的岛屿已经丢得差不多了，要是从日本本土起飞的话，飞到最近的美国西海岸也有700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更不要说超过1万公里的东海岸了。然而整个二战中战斗航程最大的轰炸机 B-29 空中堡垒续航也只有5200多公里，那还是人家美国的。既然飞不过去，那能把航母开过去吗？更不可能在珍珠港栽了大跟头的美国海军如今已经把日本盯得死死的，哪还有机会再让他钻一次空子呢？于是日本唯一的机会就压在了隐蔽性更强的潜艇身上，准确说是用潜艇来装飞机的潜艇航母身上了。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潜艇航母的故事。提出这个计划的是那个人人都知道的山本五十六，他希望打造一支可以携带多架攻击机的潜艇航母舰队，悄无声息地接近对方的城市，然后发动突然的袭击，接着再潜入海底偷偷溜走，以此来给敌人造成一种巨大的恐惧。但是要完成这项任务并不简单首先它需要有超长的续航能力，能够往返于自家门口与美国的任意一个海岸边至少3趟，不用停下来加油或者是添加补给。这就是说它需要携带将近200万升的柴油与能够让船员在海上撑过数月的补给才行，这无疑会增加它的体积。另外呢，作为重头戏它至少还要携带2架，当然后来变成了3架全尺寸的鱼雷轰炸机，包括装在其上的800公斤的炸药。为了让轰炸机能够顺利起飞呢，工程师必须在局促的甲板上设计出一条弹射轨道，而为了能顺利的回收执行完任务的轰炸机，还得要再另外加上一套完整的回收系统，包括一台看起来并不小的起重臂。这2样东西呢，通常会在二战当中庞大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上面看到。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翻翻我之前专门讲他们的视频。
好吧，以为这样就完了。其实他们跟怎么把3架轰炸机塞进潜艇的舰身里面比起来呢，还是算容易的。因为一架常见的2战时期俯冲轰炸机的翼展大约是12米，你怎么塞？只能把翅膀给它砍断了塞。所以工程师就需要想办法设计出一架能够方便的把砍断后的翅膀再接起来的全新轰炸机装在这个上面。可折叠的机翼确实是个挑战，对吧？但日本人还真就硬生生的把这样一个巨无霸潜艇给设计出来了，并于1943年年初开建第一艘，次年年底建造完成，起名E400。它硕大无比，长度几乎达到了德国 U 型潜艇的2倍，宽度也很惊人啊！为了支撑机库的重量以及增加航行时的稳定性呢，工程师为它设计了一个8字形的抗压外壳，基本上呢就是把2个船体粘在了一起。结果就是排水量几乎达到了同时期美国最大潜艇排水量的3倍之多。为了驱动这台怪物呢，艇上装备了2套动力系统，4台2250马力的柴油机供它浮在水面上时使用，2台2100马力的电动机供它潜在水下时使用。顶层甲板的正中间是一个圆柱形的防水飞机机库，长31米，直径3.5米，可以容纳3架专门为它设计的可折叠机翼是秦岚攻击机。这个就可谓是它的独门绝技了。当E400悄悄地接近它的目标时，船员们已经在水下开始为攻击做准备了。他们会让经过加热的燃油持续地流过飞机的引擎，以此来完成发动机的预热，使之随时可以出击。当接近目标时，E400浮出水面，机库舱门被迅速打开，飞机依次来到甲板。接着，机组人员启动引擎，装载武器，展开机翼和尾翼，将浮筒锁定到位，挂上弹射器，嗖的一声，压缩空气就将一架飞机弹了出去。然后是第2架、第3架，整个过程花费大约30分钟。在那之后呢，E400会下潜回到安全的区域，并在那里安静地等待着轰炸机完成任务后的返航。装着浮筒的轰炸机可以降落在靠近潜艇的海面上，接着液压臂会提起并回收它们，把它们再度装回自己的肚子里面。当然，如果有的时候需要装载更多的炸弹以及更远的飞行距离，这几架秦岚攻击机也是可以不带浮筒弹射出去的。只不过呢，在完成任务之后就只能是坠入大海了。这种不可思议的操作似乎到了日本人那儿就只是一个普通的选项而已。当然，除此以外呢，E400本身也是一艘设计极为出色的潜艇。比方说，舰首装着的8个鱼雷发射管为它提供了强大的对舰攻击能力。甲板上装着5门炮，构建出强大的防空火力网。沿着船舷的2侧呢，装着2套平行的防磁电缆，也就是通电的导体，用来中和潜艇自身所产生的磁场，这就可以消除当时常见的通过感应船只驶过时产生的变化的磁场来引爆的水雷的威胁。当然，最重要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消声涂层，由树脂石棉和粘合剂混合而成。涂在潜艇身上之后呢，可以有效的吸收和扩散敌方发射过来的声呐脉冲，并同时抑制潜艇内部的机械噪声向外传递，有效的增加了潜艇的隐蔽性，是E400能否成功突破防线，悄无声息的来到美国沿海的关键了。你看，够黑科技了吧？难怪美国海军在缴获它之后呢，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要是战争再稍微持久一点的话，后院着火的自己还能不能意志坚定的拿到最后了？但事实就是E400连一场仗都没有打过就被沉到海底了。这其中既有战争进程的原因，也有自身缺陷的原因。我们最后再花点时间来讲一讲啊。先说战争进程山本五十六是在1942年年初提出这个方案的，但整整要到1年之后呢，第一艘E400才开工建造。而到了这个时候，日本已经开始输掉这场战争了。尤其是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战役惨败之后呢，日本已经被美国赶回了太平洋的另一端，原油和原材料的严重匮乏，只让E400的建造厂大喊揭不开锅。第2个主要原因就是主导E400设计和生产的山本五十六的死了。1943年4月，美军实施了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劫杀，将搭载着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伊式轰炸机击落在了不甘维尔岛的原始密林当中。于是原本就不太受待见的E400，如今更是江河日下，从一开始计划中的18艘减少到9艘，接着又缩减到了5艘，而实际更是只生产出了3艘，并且时间已经进入了1945年。结果就是呢，甚至这其中的1艘还没有来得及入列，就伴随着日本的投降而永远销声匿迹了。这是战争进程的原因。那E400支撑就毫无问题吗？虽然并没有经过实战，但其实也幸好没有经过实战，否则连一点神秘的想象空间都留不下来了。
它的问题其实还挺大啊，我们随便捡几个来说。首先就是飞机的起飞时间太长了，理想速度是30分钟放完3架飞机，但实际在打仗的情况下肯定是达不到的。而浮在水面上的E400呢，就是一个又大又香的活靶子，全舰150名士兵都会为此冒上极大的风险。接着，要是这会儿真的被敌人的空中飞机发现了，怎么办呢？赶紧下潜呗。可惜的是啊，它下潜的速度也比别人慢半拍，于是风险再加上一个指数。第3点呢，就是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放飞机，可飞机也不够争气啊，机械故障频发，就这么3架都不可能每次都放全，总有那么1-2架会掉链子。你看这一来一去，风险加倍，收益减半，真是要给他上了战场，估计也好看不到哪儿去了。好了，这就是潜艇航母的故事了。你觉得这玩意儿未来还有可能会出现吗？未来还有必要出现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每周都会把好玩、有趣又不太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如果说鱼雷是水面舰艇的噩梦的话，那么深水炸弹就是潜艇的噩梦了。它会造成或漫长或骤然的死亡。显然，漫长的死亡比什么都可怕。深水炸弹呢，并不需要直接炸到潜艇上，只需要在它周围炸开就够它受的了。一位潜艇老兵是这样形容的：爆炸声就像一个巨人抡着柄，千磅大锤，一次次的向潜艇侧面砸来，每一阵冲击波都会将艇内的我们震得东倒西歪。为什么深水炸弹这么厉害呢？我恰好找到一段水下爆炸的慢镜头，咱们一起来看看。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到，在爆炸瞬间会产生出第一波冲击波，接着由爆炸制造出来的气泡会迅速扩散，带来第2波的冲击，再然后气泡被水压缩，压缩后积蓄了能量，又再度膨胀，带来第3波，如此反复直到能量耗尽。但是锤子呢，却已经抡上了第 N 波了。尽管潜艇本身就是为了抵抗压力而建造的，但这种由深水炸弹产生的爆炸超压还是会造成艇体进水、管道爆裂，甚至艇体破裂，直接就葬身水底了。2战中期呢，为了对付藏得越来越深的德国 U 型潜艇啊，美国采用了一种类低型的全新深水炸弹 Mk9型，配合上专门的压载重量和尾部鳍片，它可以比之前的 Mk6下沉得更深、更快、更稳。通过提前设置其内部的水压引信，当深水炸弹下潜到一定深度时，就会被引爆，从而逼迫潜艇上浮。但有个问题啊，既然潜艇一开始就是潜在水下躲起来的，那水面船只又怎么能发现它呢？甚至还能够设定出准确的爆炸深度呢？其中一些呢是在它们还浮在水面上时就被盯上了，而另外一些啊，则来源于情报。1941年5月，英国人从一艘被迫上浮的 U 型潜艇上缴获了一样好东西，那就是德国人的机密恩尼格玛密码机了。这个消息被严格保密，因此德国人并不知道，还在继续发送经过恩尼格玛密码机加密的信息给其他的 U 型潜艇及其支援舰船。英国人这边呢，将密码机同缴获的文件两相结合，就把这些加密的信息给破译掉了，于是便能够定位和击沉更多的 U 型潜艇了。潜艇一般都是黑色的，为什么？是为了把自己变得跟深海的颜色接近，然后更好的隐藏吗？但潜进深海不是已经算是很好的隐藏了吗？所以一定另有原因。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揭开真相。首先要肯定的是，潜艇的涂色的确跟伪装有一定的关系。这个呢，我们可以大概分成3个阶段来谈。第一个阶段，在核潜艇还没有发明之前的1战和2战时期，潜艇浮在水面上的时间是要远大于其潜在水下的时间的，所以自然很容易被别的水面舰艇给发现。为了降低这种风险呢，就很有必要采用一些伪装的办法，于是涂上迷彩就是最简单高效的啦。1战时期，美国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试验，然后发现将潜艇的舰身涂成灰色，甲板涂成黑色，能够起到最好的视觉保护效果。所以在这一阶段呢，灰黑配就成了潜艇的主流涂装路线。接着来到了第2阶段，1930年代中期很多战列舰和巡洋舰上都配备了水面侦察机。当从空中看下去，潜艇那在水面上黑漆漆的甲板就太明显了，而且即使下潜了，只要是深度还不够的话，依然明显可见，这就不太好了。
于是还是美国啊，在1937年，他们在珍珠港进行了一系列的骚操作，把试验用的潜艇涂成了彩虹编队，紫色、绿色、蓝色、黑色，只要是你能够想得到的颜色组合，他们基本上都试了一遍。最后发现，深蓝色在清澈的热带水域是最好的伪装颜色。好了，那么打此以后，大量的潜艇应该都是深蓝色才对啊。可奇怪的是，就连美军自己的潜艇也还都不是深蓝色的。为什么呢？原来在得出这个结论的一开始，美国海军司令部的确是下令将所有的潜艇涂成深蓝色的。但随着改装进行，新的问题开始浮现。蓝色的涂料它老化得快呀，涂上没多久就褪色成了一种粉粉的乳白色了，更加显眼不说，也让原本应该是硬汉形象的美国大兵变得娘炮起来。这谁能忍啊？所以又只好重新涂回到更耐用的黑色了。就这么一路将就着来到了21世纪。英国海军看不下去了，他们一定是很自信自己的涂料不容易编制，因为在2006年，他们将特拉法尔加攻击核潜艇中的一艘托贝号涂成了一种称之为铁蓝色的新涂装。据说这种颜色的潜艇在明亮的海面上被识别出来的概率只是黑色潜艇的1半而已，算是目前也是第3阶段得出来的潜艇最佳涂色了。好了。既然这样，那怎么潜艇们的颜色还是停留在黑色上面呢？难道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生产出来的铁蓝色涂料依然容易变性吗？是改变性质的意思啊。其实呢，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原因是，现代潜艇大部分是根本不涂色的，黑色是它们的天然底色，或者说是覆盖在它们表面的消音砖的天然底色。相比起在视觉上被看到，现代潜艇更怕的是被敌人的声呐给听到。而覆盖在潜艇上的消音砖，既可以吸收主动式声呐发出来的声波，从而降低其有效的探测范围，又可以减少自家潜艇内部发出的噪音外溢，比方说发动机那巨大的噪声，因此也降低了对方的被动式声呐的探测范围可谓是真黑科技啊！最早发明它的是德国，1940年代就被用在了大名鼎鼎的 U 型潜艇上。到了1970年代，苏联人照搬了过去，把消音砖安装到了自己的阿库拉级核潜艇上，发现真的很有效的。经过这个大约10厘米厚的消音砖包裹之后呢，该级核潜艇的声学特征直线下降了20分贝左右。于是到了1980年代，美国和英国也学了过去，都开始在自家潜艇上用上了黑色的消音砖了。所以现代潜艇它不是被涂黑的，而是被包黑的。那为什么消音砖是黑色而不是别的颜色呢？因为它的主要材料是密布着许多微小空隙的橡胶，而天然橡胶的颜色本来就是白色的。是的，本来消音砖的颜色应该是白色的，我们的汽车轮胎也应该是白色的。它们之所以被黑化呢，不是为了耐脏，而是为了耐磨。在白色橡胶里面加入碳黑材料，可以让轮胎比原来耐磨10倍以上，也可以让不断经受压力变化的潜艇消音砖有更长的服役时间。并且呢，研究还表明在消音砖的橡胶里面加入碳黑作为增强填料，比使用其他增强填料更加吸音。所以为什么不用它呢？另外，当添加不同比例的碳黑填料到消音砖里面后，还可以改变它们的吸音属性，因此可以用在潜艇身上的不同部位，达到最好的隐身效果。好了，这就是黑色潜艇的黑色秘密了。总结一句就是，它的确是为了伪装，只是也许不是你以为的那种伪装罢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这是一张德国212型常规动力攻击潜艇的尾部高清图，有没有注意到在它的螺旋桨后面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结构呢？对比起来俄罗斯的基洛级、法国的可畏级，螺旋桨后面可就要清爽很多了。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用？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它。其实作为德国现役最先进的潜艇，这么大大方方的就把屁股给展示出来，实在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啊。你看，同样是作为最先进的美国弗吉尼亚级和英国的基民级，你就怎么都看不到他们的屁股。不管是在展示还是在维修只要不是在水里面，他们的螺旋桨呢总是被密不透风的罩起来的。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我们稍后就会讲到。既然德国人不吝惜的给我们看了，我们就先讲它这个突出在螺旋桨外面的，好像还带了一些叶片的东西呢，就叫做桨骨涡流扩散器了。它的作用主要有2个：降低噪音和提高推进效率。我们分别来讲讲。水下螺旋桨的噪音呢，主要是由一种叫做空泡现象产生的。
当螺旋桨快速旋转起来之后呢，贴着它表面的那一层薄薄的水也会被它带动着快速流动起来的。而根据伯努利效应啊，流体的速度越快，压力也就越小，而压力越小，其沸点也会越低。所以呢，随着螺旋桨越转越快啊，它表面那些水流的压力已经降来低于达到沸腾的最低压力了。于是啊，就像我们把水烧开了一样，也咕嘟咕嘟拼命的冒泡泡了。这些泡泡在散开、碰撞、破裂后，就产生了大量的声音，为声呐追踪潜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资料。所以，潜艇想要隐身，就得不断的在螺旋桨上做文章才行啊，使它尽可能少的产生空泡。这些努力分别都有降低螺旋桨的转速、增加螺旋桨的直径、减少螺旋桨的表面积、增加桨叶的数量、扭转桨叶的形状和角度等等。其中有着太多的冲突和妥协啊。比如，为了在降低转速后还能获得一定的前进速度呢，就需要能够在单位时间里面推动更多的水才行啊。这就需要增加螺旋桨的直径。但是直径的增加也是有个极限的，再大可能就会在停靠的时候打到船坞了，那就只能增加桨叶的表面积了。但增加了表面积，就意味着有更多贴在表面的水流了，空泡不是一样也会很多吗？于是只能减面积加数量。同时，为了尽量平衡内圈和外圈搅水的速度差呢，还又将叶片扭成了这副模样。好了，在如此这番之后呢，螺旋桨的噪音终于降到了一个很低的范围了。但还是有人不甘心啊！他们觉得，要是我拿个罩子再把螺旋桨整个罩起来，岂不还能再降点噪吗？这就是美国和英国最先进的潜艇后面装着的泵推系统了。这个大罩子的确会让里面的螺旋桨呢更安静一些，而且似乎也会更加的高效。不过人家是核动力的大潜艇，把推进系统折腾得更重更复杂一点也没啥大问题。但在常规动力潜艇上是很少有人敢这么做的。除了我们都知道的战斗民族啊，所以212它既想要更安静一些，但又装不起泵推，怎么办呢？桨骨涡流扩散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抑制空泡现象的产生的，于是就带来噪音的减少了。那它又是怎么增加推进效率的呢？这个技术背后的基础其实既不是什么秘密，甚至也一点都不新，它早就应用于商业船舶了，只是名字稍有不同而已，叫做桨骨冒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发出来的。经过了几十年的验证呢，它的确是可以将大型船舶的燃油消耗量减少5%左右。整个生命周期下来啊，这就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了。它是这么工作的，跟飞机的机翼非常像啊。流过船用螺旋桨上下表面的水流速度呢，也会因为其形状的不同而产生速度的不同。当这两股不同流速的水流在螺旋桨尾端重新汇合之后呢，就会在方向上产生偏转了。当每一片桨叶产生的这股偏转的水流都汇合到一起后，就会在桨骨后方变成一股更加强烈的涡流，直直的喷射出去。而它们原本呢，其实是可以产生更多推力的，它就叫做桨骨涡流。而桨骨冒起就是用来打破这些涡流的汇聚的。你看，正好挡在大叶片后面的小叶片呢，把刚刚偏转了的水流又马上给偏回来了，就使它们在桨骨后面聚不起来，所以它们也就只好安安心心的把自己的那份力量全部贡献出来了嘛。再把它移植到水下之后呢，德国人显然又进行了更多的优化，所以桨骨涡流扩散器明显就比桨骨冒起复杂了很多。至于它又是怎么工作的，不好意思啊，那是人家的军事机密了，我们就只好猜猜罢了。但很显然我是猜不出来的，也暂时还没有找到有猜出来的更详细的分析了。说到这儿，我就要解释为什么美国和英国总是要把自己的潜艇上的螺旋桨遮起来的原因了，因为它上面基本上就写满了整艘潜艇的关键数据了。它的形状可以暴露出其为了实现水下隐身时的最佳转速是多少，而一旦我们既知道形状也知道转速后呢，就能够计算出其输出的频率是多少了，进而将发动机的类型和发动机的转速给摸清楚，并据此来调整和训练我们的声呐系统，有点像是给它注入了一个特定的疫苗一样，让它能够更好的识别这艘新的潜艇的声学特征。于是啊，在它面前，这艘潜艇还能继续保持隐身吗？不能了嘛。虽然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德国人一点也不在意，但至少我得感谢他为本视频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二战后期，德国的 U 型潜艇上有一个特殊的非战斗岗位，但是它的重要性可能比全舰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大。
他就是专门负责帮大家冲厕所的冲屎官了。当然，官方的名字叫做厕所废物处理专家。你要是觉得尴尬，想要绕过他自己冲的话，也可以啊。但是后果呢，可能就是船毁人亡哦。比如可怜的 U1206，好吧，冲厕所竟然还需要专家来操作，冲得不好还能直接冲成一艘潜艇。我这也是第一次听说啊。咱们今天呢，就来好好了解一下。故事中的主角 U1206是大名鼎鼎的德国 U 型潜艇中的一员，而且还是后期更加先进的一员。它装着2台3200匹马力的柴油机，可以在海面上以最高17.7节，也就是32.8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前进。同时还可以为一组电池充电，以便潜入水下后呢，也可以在2台750匹马力的电动机的推动下跑出7.6节的好成绩。所以啊，它是一艘油电混合的先进潜艇，可以较长时间安静地待在水下230米的深度，从盟军的眼皮子底下呢悄悄地通过。但是啊，长时间待在水下上厕所就成了一个问题了。U 型艇上呢，一般都配置了2座厕所，为全舰50名船员服务。不过后面的那个厕所呢，基本上都是会被额外储存的食物给占用的，所以实际上所有的排放问题都只能交给前面那一个厕所了。50个人挤着一个厕所用，够夸张了吧？但更夸张的是，这个厕所在大多数时候还不得不处于停用的状态，因为早期游艇上的厕所是个直排厕所。什么是直排啊？就是内外是个直接连通的，里面按下冲马桶的阀门后呢，外面就能直接接触到冲出来的废物了。要是你体验过绿皮火车的厕所的话，就能更加直观地理解我说的意思了。但是情况在海里面还是不一样的啊！直接排放在水压很小的海面上是可以无障碍的完成的，并且还可以借由船头激起来的海浪，有效地将排粪口冲刷干净，是既卫生又高效的。但是在下潜后，随着潜艇周围的水压越来越高呢，直排就变成直吸了，外面的海水会倒灌进来的，于是厕所就被禁用了。船员们要么得忍住，要么就得找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了。拉裤子里面显然是不成的，那就拉到一个桶里面吧。这的确是早期游艇里面必备的一样生活物资啊！你能想象吗？在本来就狭窄无比，既当寝室又当餐厅，连睡觉的铺位旁都存放着鱼类的空间里，再摆上这么一桶混合口味的那啥，潜艇船员的日子啊！不是游艇船员的日子啊，过得实在是太憋屈了。因为盟军那边呢，可能要稍微好一些，他们的潜艇厕所并没有直接连到外面，而是连着几个专门的储藏罐。在每次冲完厕所之后呢，废弃物都会先被收集起来，等到了海面再统一倾倒，所以就少了这么一个水下开罐头的环节，但是却要硬生生的为储藏罐留出空间和重量。德国人觉得划不来嘛，才另辟出了上面那个西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德国人所谓的美好时光的结束，也就是游艇战绩最辉煌的时期。那段时间，盟军还没有有效的反潜手段，所以游艇可以借着夜色的掩护，疾驰于海面，对目标发起快速的群狼攻击。由于浮在海面上的时间远大于潜入海里面的时间啊，游艇的厕所还没有暴露出严重的问题。在狭窄的舱室内呢，除了有些柴油味儿、汗臭味儿和偶尔忍不住才发出来的一点的臭味以外呢，空气也还算是清新的。但是时间来到1943年，随着盟军反潜技术和力量的极大投入，游艇也被迫开启了它的暗黑时代。需要经常游弋于深不见底的水下躲过盟军的反猎杀。于是那个桶现在就变成了抢手货了。有很多次啊，当执行完巡逻任务的游艇回到基地后，所散发出来的恶臭，连码头工人都扛不住，直接给熏吐了。只能说能在游艇上服役的士兵，那绝对不是一般人啊。但再不是一般人，如此环境下战斗力还是会有折损的啊。新马桶看样子是不能再拖下去了，那就直接抄盟军的作业，给他装个专门的密封收集罐呗。德国的工程师说 ：“No， 你们那玩意儿太 low 了，我还是要直排，不仅在水面上能够直排，这次我还要在水底下能够直排。”怎么排呢？大家应该都知道，潜艇里面的鱼雷是靠压缩空气发射出去的吧？它有专门的鱼雷发射管。那么，咱用同样的思路去解决马桶里面的东西，可不可以呢？给它也来一个专门的发射管，也用压缩空气将它发射出去，不就好了吗？所以一段奇妙的便便之旅便在这个高科技的新马桶被按下后开启了。长话短说啊，它先是会被吸入到一个专门的罐子里，然后在这儿被加压，随后再被送到发射位置。在一段倒数口令之后，舱门打开，空气喷涌，粪炮成功发射。当然，那段倒数口令是我自己编的啊，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不过，它也的确反映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跟发射鱼雷需要有专人控制
一样，发射这个马桶呢，也是必须要专人操作的。在整个过程中，它必须要一丝不苟、严丝合缝的前后操作很多个阀门，顺序不能乱，力道不能偏，表情不能变。你说这种要求不得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行吗？所以在这个50人的大家庭中呢，就有了这么一个对每个人都了如指掌、专门替大家解决后顾之忧的冲史官了，连舰长也不得不经常有求于他。1945年的4月14日上午，正是装着这个马桶的 U-1206在苏格兰附近的海底呢执行它的第一次巡逻任务。开着，位于引擎室的舰长斯利特呢，突然就听到了刺耳的报警声。他很快就了解到原来是一位工程师在试图维修厕所的外侧通风口时，意外引起了漏水，而底部的排水阀呢，还偏偏在这个时候坏掉了。于是从马桶口涌进来的海水就越来越多。还记得我说过这是一艘油电混合的潜艇吗？为水下电机提供电能的电池啊，正好就位于厕所下方。在泡进海水里面去之后呢，电池发生了分解，有毒的氯气开始释放了出来。很快，船舱内就变得不再适合生存了。在这种情况下，舰长斯利特不得不赌上一把，用浮出水面来排走有毒气体，但同时也侥幸的指望能够在敌人的海域全身而退。前者嘛，他是做到了，但是后者却很快被英军的一支巡逻机队给发现了，于是猛烈的轰炸接踵而至。施利特不得不下令弃船，主动将 U-1206沉到海底后，带着50个部下坐上了橡皮艇逃往岸边。1个人死于英军的炮火，3个人死于苏格兰险峻的海岸峭壁，剩下的46个人嘛，显然成了俘虏。还好，短短的16天以后呢，希特勒自杀，再又8天以后，德国投降。这些二战中最后一个沉掉的 U 型潜艇里面的船员呢，也重获了自由，包括舰长斯利特。他一直健康的活到了90岁，于2009年才去世。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啊？就是这艘潜艇的沉没虽然跟厕所有点关系，但是好像跟冲厕所一点关系没有嘛。那我一开始说的不就是在忽悠大家吗？等等啊，我们可能都被斯利特船长给忽悠了，因为刚才的说法来自于他自己的任务日志，所以提到了通风口故障，提到了工程师维修，提到了厕所意外漏水。但是一个工程师去维修潜到水里面的潜水艇的外侧通风口，这本身毫不符合逻辑嘛。所以啊，更被大家广为传播的是另外一个说法，正是施利特舰长自己一时憋不住去上了一个厕所，解决完毕之后呢，有点放不下架子，觉得我堂堂一个舰长，怎么连冲个厕所都搞不定呢？这玩意儿再复杂，不过就是看个说明书的事儿嘛。于是，在翻过说明书之后，他自己动手了，在动到一半后呢，才突然发现怎么也动不下去了，无奈的叫来了冲使专员。结果冲使专员一看啊，不知道是因为舰长在这儿有点紧张，还是这些阀门真的已经被舰长给玩坏了，结果造成了误判，打开了错误的阀门，潜艇外的高压海水呢一涌而入，于是就发生了我们之前已经描述过的那一场悲剧了。显然啊，我更喜欢后面这种解释，因为它让故事显得更加有戏剧性了。总结一下，自负舰长冲马桶，一不小心摁错钮，冲使专家来救场，不料却把神给慌，呜呼哀哉，合起伙来，坑死了一艘 U 型艇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呢讲给你听。前2天刷到这个视频，英国海军正在海面上用直升机转移机敏级核潜艇内的一个伤员。由于直升机悬停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呢离浮出水面的潜艇还特别近，所以能够让我们把这艘英国最先进的核潜艇看个仔仔细细。比如说贴在艇身上的黑色消音砖，这个咱们之前也有讲过。还有比如剑桥顶上那些大小不一的方洞洞和圆洞洞了。一开始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啊，但总觉得这艘艇好像少了点什么。原来这些洞洞里面装着的是收进去的各种桅杆了。你看它一开始啊，在直升机离它还较远的时候呢，还有几根是伸在外面的。当直升机飞近了之后呢，就全都缩回去了。我想肯定是怕被螺旋桨削了头呗。我们一起来数数，它一共可以伸出几根桅杆？除去站人的，一共空了7个方洞，好像还有几个盖着的圆洞，它们应该也是可以从里面伸出点啥东西出来的。所以啊，这么算起来，这艘潜艇的顶上岂不会立着10几根杆子？好吧，为什么它要立这么多杆子？这些杆子又各有什么作用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是我找到的机敏级核潜艇的结构图，果然啊，跟视频中是完全对上号了的。图上共画出了10根桅杆，占据了视频当中每一个空出来的孔，剩下的4个呢，应该就是供艇员进出和观察的孔了。但还有这2个，不管是结构图还是视频当中都有出现，却并没有标注。
所以他们是干什么的呢？嘿，我也不知道。如果恰好有大神看到这个视频的话，麻烦拜托你跟我们讲讲啊。好了，我们来看看这10根桅杆分别是干什么的啊。从左到右依次是柴油机的排气管、进气管、超高频和极高频天线、侦察天线、雷达天线、卫星天线、综合通信天线、右舷光电桅杆、左舷光电桅杆、导航桅杆。等等，就这么完了吗？怎么没有我们熟悉的潜望镜呢？有的，就是那2根左右并排的光电桅杆了。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啊，传统的潜望镜是带个光学取景器的单反相机，它通过巧妙的光学设计，把水面上的图像直接反射到水面下。而光电桅杆则像是带着电子取景器的微单，它不需要设计复杂的反射光路和各种各样的透镜了，直接把水面上传感器看到的画面传输到潜艇内的屏幕上就可以了。好处一来是结构可以得到简化，二来是更容易与自动控制系统结合，比方说火控和搜索等等。那为什么要一左一右排上2个一模一样的呢？其实啊，在潜艇上的潜望镜，不管是光学还是光电，通常都会装上2个，它们一个负责攻击，一个负责搜索，所以又叫做攻击潜望镜和搜索潜望镜。区别在于攻击潜望镜主要用于对海攻击，有完整的火控系统，而搜索潜望镜主要是用于对海、对空目标的搜索与导航，没有火控系统，但是却需要有较大的俯仰视角，因为还要抬头看天嘛，所以范围就可以达到-15度到85度。相比起来，攻击潜望镜的视角就只有-15度到35度了，窄了很多。当然，也有把攻击潜望镜的视角加大之后，直接就取代掉搜索潜望镜的。于是这个时候的潜艇上呢，就会出现2个都是攻击潜望镜的例子了。这艘机敏级核潜艇呢，就是这样的。虽然它又能搜又能攻，按理说装一个就可以了，但毕竟传统摆在那儿嘛，空了一边既不平衡，也显示不出我皇家海军的财大气粗出来，怎么行呢？同样不差钱的美国海军也爱这么把一模一样的天线和潜望镜成对装到潜艇上。难不成是为了备份吗？好吧，既然都说到天线了，你也看出来了，机敏级上面也是天线扎堆的，什么高频天线、侦察天线、雷达天线、通信天线、卫星天线等等，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多天线啊？其实呢，他们也就干2件事儿，一个是通信。对舰通信和对空通信由于通信的对象太杂嘛，所以用到的频段就特别多，天线自然也就多了起来。必要的时候呢，还得用上卫星天线。2呢，就是搜索，它又分成主动和被动2种。主动搜索靠雷达天线完成，它的工作原理和所有雷达都是一样的，就是既发射又接收电磁波，从中找到带有地方特征的回波出来。被动搜索呢，靠侦察天线来完成，它不发射电磁波，只接收电磁波，再通过计算来获取辐射源的位置、坐标等信息。比方说，附近正好有一艘潜艇打开了主动搜索的雷达的话，它就能把对方的雷达信号接收到了。当然，对方雷达的回波呢，也会显示出它的存在。这个时候就要看谁的设备更加灵敏了。好，说完了占比最大的天线，就只剩下2样东西了：通气管。我们以前有一期视频专门讲过它。当烧柴油的常规动力潜艇下潜时呢，可以用这个东西来继续为柴油机供氧排气，大大延长了其水下活动的时间。但是机敏级不是一艘核动力潜艇吗？干嘛还要配上这个多余的玩意儿呢？因为除了带有2台核动力的蒸汽轮机以外呢，机敏级潜艇里面还装着2台备用柴油机。它们一是可以在必要情况下继续为全舰提供动力与电力，二是可以在舰上起火的时候打开来消耗空气。既然还装着柴油机嘛，那为柴油机而生的通气管也就继续保留了。其实很多的核潜艇上呢，都还是有这个玩意儿的。好了，以上就是潜艇舰桥上通常会出现的各种管了。虽然多，但好在没有超出我们的认知范围。直到我在调研的最后突然蹦出来的一个彩蛋，所以呢，我也就把它作为本期视频的最后彩蛋吧。这个东西是什么？怎么看起来那么像导弹发射筒呢？真是的啊！这是曾经在英国海军埃尼阿斯号潜艇上装过的防空导弹系统 SLAM 了。你看这张图它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洞。在发现反潜直升机不应该是被反潜直升机发现之后呢，英国人本来是打算我既然都被你发现了，那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浮上来送你一枚导弹如何？
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潜艇最大的优势是隐蔽啊，怎么能放着自己的优势不用，反而跑到别人的优势面前去叫嚣呢？遇到这种情况，伟大的军事家孙子早就指出了一条明路啊，跑呀！只不过这个概念最近好像又有复苏的意思了。法国研发了一个与之前类似的系统，据说俄罗斯也已经开发了一个，德国正在测试用鱼雷发射筒来发射防空导弹，美国计划用垂直发射的响尾蛇导弹来提高潜艇的防空能力。所以未来啊，我们真是有可能再要重做这个视频啊，在其中加上一个防空导弹的发射桅杆了。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这个堪比好莱坞大片的海上追逐场景呢，实际上是真实发生的。追的一方是美国的海岸警卫队，被追的一方啊就厉害了，是哥伦比亚毒贩的自制潜艇。已经很令人震惊了吧？毒贩居然拥有自己的潜艇，但先别急着把嘴张大啊，更令人吃惊的在后面呢。相比起这些业余的潜艇啊，毒贩们真正看上的其实是一艘前苏联的胡布级攻击潜艇了，而且他们还真的就差一点从俄罗斯人手上把它给买到了。怎么回事呢？故事还要回到30年前啊。那一年是1991年，苏联解体。虽然一个新的俄罗斯政府取而代之，但是在这个过渡时期呢，依然陷入了可怕的财政困境当中。由于缺乏运营和维护其庞大军事机构所需要的资金啊，他们甚至连人员的工资都已经发不出来了。结果就造成，既然国家靠不住，那军方的官员们就只有自寻出路维持生计了。他们的出路就是变卖军火。给你举一个非常奇葩的案例啊，由于 hold 不住对资本主义糖水的热爱，俄罗斯的官员们甚至用了一支由军队和潜艇组成的舰队与美国饮料巨头百事可乐进行交易，以换取一批新的汽水。同时啊，直接就把这家饮料公司推到了这个地球上第6大海军拥有者的位置上了，百事海军就此诞生了。好在它毕竟还是家美国的公司嘛，虽然五角大楼并不太高兴，但也犯不上过度干预。再加上百事的 CEO 唐纳德·肯德尔呢，还巧舌如簧，口口声声说，你看咱这可是为了缩减俄罗斯的海上力量做出了突出贡献啊，就差伸手要个奖章了。五角大楼想想，也是啊，于是就这么算了。但是对另外一起涉及到削弱俄罗斯海上力量的交易呢，他就怎么也算不了啊，因为这笔交易的对象是大名鼎鼎的哥伦比亚贩毒集团卡利。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1980年，一位名叫路德维希·费因伯格的俄罗斯男人带着他的美国梦来到了迈阿密。他很快呢就找到了一份工作，担任黑帮甘比洛家族的打手，干的都是那些我们经常能够在电影里面看到的事情啊，从各种人身上榨取金钱。因此他就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叫做泰山，并且最终赚到了足够他建立起属于自己事业的第一桶金。犯罪事业的风生水起呢，也很快帮助他结识了很多黑白两道的朋友，其中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就是90年代著名说唱歌手香草冰了。香草冰觉得，你跟我的另外一个朋友胡安·阿尔梅达很登对嘛，他可是一个相当成功的生意人哦。我来介绍你俩认识认识。这两哥们儿走到一起呢，发现果不其然啊，正好可以把国际生意给开拓了。阿尔梅达经营着高端船只和异国情调的进口汽车生意，小有成就，而且骗术了得啊。泰山则来自俄罗斯，在这里和家乡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于是他们的生财有道就是在崩溃后的俄罗斯非进非出，用美元购买从摩托车到直升机的所有东西，然后再将这些东西呢卖给客户来获得可观的利润。很快，他们的客户中就有一个大人物了，他就是在美剧《美国头号通缉犯》中拥有主角光环的纳尔逊·耶斯特了。耶斯特则与另外一个更加响当的名字巴布洛·埃斯科巴经营的麦德林贩毒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各个方面来看耶斯特都是一个更加严重的罪犯了。比有点滑稽或者说不那么凶神恶煞的泰山和阿尔梅达都要更加严重。尽管如此呢，泰山还是选择和他成为了好朋友，并且他们的这种友谊在通过由耶斯特牵线卖给了麦德林集团2架俄罗斯的卡莫夫直升机后呢，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了。在这之后泰山和阿尔梅达2个人就正式成为了贩毒集团在采购俄罗斯装备时的中间人了。他们经手过很多的猛料，但最猛的莫过于从麦德林集团里面分离出来的卡利集团的一个请求了，因为这个请求是一艘潜艇。毒贩认为这个主意酷毙了既新鲜又隐蔽，而且一次还能吃个大的，实在是很吸引人啊。于是他们就问耶斯特能不能搞得到。
耶斯特一听火来了，就给毒贩们开了一个价，要5000万美元。哎呦，这个价格差一点直接把毒贩们劝退了。好在耶斯特反应快啊，马上就加了一句，但你们一次能运价值4000万的货啊。2次不到什么都赚回来了。别犹豫啊，要相信自己一开始的直觉嘛。于是毒贩点了点头 ，Let's do it。剩下的嘛就是泰山去联系他在俄罗斯的关系了。几天之后电话打了过来，对方一开口呢就把泰山给直接问懵了。你是想要一艘带导弹的还是不带导弹的潜艇呢？不，最好还是不要带吧。总之啊，这话里的意思就是啊，只要钱管够，什么潜艇你都有啊。他们聊到的是一艘湖部级的柴电混合动力攻击潜艇了。它从1950年代起便开始服役了，长约90米，宽约7.5米，有着足够的空间放下卡利集团所有想要装的毒品了。而且还附着10个鱼雷管呢，意味着万一发生意外，还有足够的火力干上一场啊！完美。当然啊，大概率是干不起来的，因为这款潜艇真的是足够隐蔽啦。虽然柴油电力潜艇在水面上时比美国使用的核潜艇呢更加容易被发现，这主要是归功于它的发动机声音很大，并且要排放废气嘛。然而一旦潜到水下呢，潜艇本身实际上就不会再消耗柴油了，为它提供推进力的是已经由柴油发动机充好电的电动机了。因此，即使是柴油潜艇在水下也是很难被发现的。事实上，在2005年举行的一系列军事演习中呢，一艘巨大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多次被一艘成功潜入航母编队的瑞典柴电潜艇击沉。所以不用说啊，这样的潜艇只要是个想要把毒品偷偷运到迈阿密的毒贩，看了都会直流口水的。我们接着前面讲啊，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呢，泰山和阿尔梅达就启程前往俄罗斯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啊，接待他们的居然是一些俄罗斯的高级海军军官，并且直接就把他们带到了其中的一个秘密潜艇基地里面，让他们尽情在这儿参观选购，搞得泰山都有点不自在了，开始怀疑起来，这到底是个合法的交易还是个非法的交易呢？直到他问军官们，我能不能跟这艘潜艇合个照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向毒贩们证明他们想要买的潜艇的确就停在这儿嘛。被显而易见的理由给拒绝时，他才确信，这的确是个非法的交易啊。不过有什么问题不能用钱来解决呢？他随即掏出200美元，默默地递给了陪同的俄罗斯人。手握巨款之后呢，军官说：“不是不能拍啊，是不能随便拍。比如咱俩合个影什么的，是没问题的啊。”于是就有了这张照片。好了，潜艇在这儿，交易也已经谈妥，就等着耶斯特打钱了。可事情哪有那么顺利呢？一方面啊，联邦调查局早就把泰山给盯上了，甚至就在他的身边呢，还被安插进了卧底。正是这个卧底首先发现被泰山随意放在桌子上的和潜艇的合影照片的。另外，他还送了一部号称是无法追踪的手机给泰山，但实际上呢，泰山打的每一个电话都被监听下来了。这被卖的真是一点不剩啊。但事实证明，他还能被卖得更惨。跟卡利集团对接的耶斯特呢，告诉对方，你们应该每2周支付一笔1000万的费用来分期购得这艘潜艇。但是在收到第一笔货款之后呢，就消失了。当然，一起消失的还有这笔本来应该是打给泰山的1000万嘛。你看，里里外外都被人卖了，这个泰山可比那个泰山惨太多了。不过好在是这样，毒贩们的俄罗斯潜艇之梦呢，才最终成了黄粱一梦啊！否则开篇的那场戏呢，可能就要重拍了。我是火箭叔，今天的故事到此为止。关注我，咱们下期再见。